最近我看到网上一种说法，把中国的 A 股戏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付费平台。股市这所学校已经让不少股民忍痛交出了高昂的学费。可是呢，随着中国央行推出直接针对资本市场的重磅工具 ，A 股呢呈现出了久违的繁荣景象。上交所甚至一度因为行情太火爆而被搞得系统都宕机了。Aufschwung an den Börsen ist eine Reaktion auf die umfassenden Maßnahmen, die die chinesische Zentralbank und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getroffen haben, um die zuletzt schwache Wirtschaft wieder anzukurbeln. Das ist das größte Stimuluspaket dieser Art seit dem Ausbruch der Corona-Pandemie. 各位好，欢迎回到 DW 德国之声中文 YouTube 频道。曾经被股市割韭菜割到伤筋动骨的你，最近看着那足以改变信仰的3根阳线，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又可以了？在这个逆袭翻盘的窗口期，我知道你可能很急，但是你先别急，看完今天这期 DW 一看你就懂，再决定要不要上车。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形成的就是羊群效应啊，只要大家起哄说这个不行了，然后就一股脑的买啊，大家一起哄说好了，那大家一股脑的买。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 A 股历史上的牛市都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跌回熊市的。这次的牛市呢，是真牛还是央行注水造成的水牛？中国股市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呢？当然了，还有一个最实际的问题，那就是普通股民应该如何看待牛市，究竟能不能跟风闭眼入呢？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抛开最近这一波上涨行情不谈，从1990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以来，中国的股市呢，在3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过8次较大规模的牛市。这些牛市持续时间最短的只有1个半月，最长的呢有2年零4个月。大部分牛市的起点都与政策利好密切相关，比如2005年4月底，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成为了这一轮牛市的发令枪。这轮改革之后，非流通股获得了在股市出售的权利，公司管理者的股权终于跟股价挂上了钩，因此历史上这轮牛市也被称作是改革牛。从2005年6月6日到2007年10月16日，沪指呢一路从998点涨到了6124点，这个历史最高纪录至今没有打破。另外一轮可能很多人记忆犹新的牛市，与时任总理温家宝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股市已经处于历史低位，具备了较强的投资价值，而中国政府这时候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出台，也为股市提供了政策支撑。不过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利好消息短暂推动股市反弹，但是呢，市场基本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的话，那么利好效应消退之后，市场就会重新回到下跌状态。比如1994年只持续了1个多月的快牛就是如此。中国的这个股市投资者的结构决定啊，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个投资者80%到90%都是散户啊，散户的话，对于这个宏观经济的认知能力啊，对于这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啊的认知能力啊都很弱啊，他没有办法去辨别哪些公司好，哪些公司不好，他也没办法辨别这个宏观形势啊未来的走向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形成的就是羊群效应。啊，只要大家起哄说这个不行了，然后就一股脑的买啊，大家一起哄说好了，那大家一股脑的买，对吧？所以经常容易形成这样的羊群效应。这个时候就是政策的作用非常大。沈凌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副教授，同时呢也是一名资深股民。
他在复盘《股海沉浮30年之投资笔记》一书当中，分享了自己的投资历程和心得感悟，也回顾了亲眼见证的历史上的牛市和熊市。我年轻的时候炒股票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手机啊，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信息了，我们经常看报纸啊，所以那个时候说股民朋友是最关心政治、最爱国的、最爱党，因为我们老是看人民日报，一旦有人民日报社论，这个政策出台了啊，下面就可以去炒股了，短线可以去赚一把。这里插播一个热知识，如果你去看德国达克斯指数或者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你会发现这些西方的主流金融市场都是用绿色代表股价上涨，红色代表下跌。所以呢，当纽约证交所满屏皆绿的时候，意味着行情大好。而在中国、台湾、日本等其他的亚洲股市，则是采用红涨绿跌的标注方式，全线飘红才是牛市的征兆。时间线快进到2024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创设新货币政策工具，以支持股市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其中最后这个新货币工具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政策。那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央行可以向符合条件的证券、资金和保险公司去提供流动性支持，而且央行呢也可以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这些资金呢用于向上市公司和主要的股东提供贷款，支持他们去回购和增持股票。有人在网上在调侃说，20多年来听到的都是这个贷款不准进入股市啊，只有这一次央行行长说这个贷款是专门用于股市啊，你只能拿去炒股啊，所以大家觉得很振奋。在多个重磅利好政策的催化之下，各路资金大规模的跑步入场。上证指数在9月24号到30号之间上涨了21.37%，其中呢，在9月30日，A 股成交额达到了2.6万亿元，刷新历史记录。中国国庆假期期间 A 股休市，在黄金周结束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开盘时沪指涨幅超过了10%，创业板指涨幅接近18%。开盘之后的短短20分钟之内，沪深两市成交额便突破了1万亿元，刷新了之前的历史记录。Aufschwung an den Börsen ist eine Reaktion auf die umfassenden Maßnahmen, die die chinesische Zentralbank und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getroffen haben, um die zuletzt schwache Wirtschaft wieder anzukurbeln. Das ist das größte Stimuluspaket dieser Art seit dem Ausbruch der Corona-Pandemie. Neben der kurzfristigen Euphorie, die wir jetzt gerade sehen, bleibt die langfristige Wirkung dieser Maßnahmen allerdings noch abzuwarten. Also ob dem Stimulus auch wirklich ein nachhaltiger wirtschaftlicher Aufschwung folgt, das ist momentan noch unklar. Gero Kunert 是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宏观经济学家，他认为私人投资者正在对政府的刺激计划做出反应，将他们的储蓄投入股市，使得企业获得融资这一事实，目前基本上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然而，北京呢也是试图在用新的资金去解决老的问题。一些呢可能有助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比如完善对普通家庭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目前还没有看到政府迈出明显的步伐。那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这一波 A 股是真牛，还是政策注水造成的水牛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像这种短期的刺激政策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刺激政策太明显了，使得所有的投资人的预期高度一致啊，所以我们出现了井喷行情。这在历史上面其实有过2-3次，但是我说这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爆发式的增长持续不了多久啊，可能会在第一波这个暴涨结束之后进行一个相对长期的一个缓慢的一个整理，然后后面就看我们真实的经济或者真实的制度建设能不能跟上。股市盈利的底层逻辑并不是说来自炒股的张三赔了李四赚了，而是在于企业效益好，获得丰厚的利润，再以分红的方式来回馈股东。所以呢，只有经济好，股市才会真的好。
回顾 A 股历史，其中也不乏因为宏观经济向好、企业盈利增加支撑起来的牛市。而反过来，如果是股市欣欣向荣，也可以给实体经济提供大量的融资。与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西方的老牌证券交易所相比，中国的沪深股市还太年轻。不过呢，这也不应该成为拒绝改革、对弊病视而不见的理由。中国股市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呢，出现过很多乱象。90年代入市的一批老股民，应该都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时刻。可能这也是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在中国爆火的原因之一吧。在那个股风盛行的年代，有人因为炒股一夜暴富，也有人在股市赔掉了身家性命。而就在今年的这一波股市到来之前，中国股市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哀鸿遍野，不少的小股民呢已经是被虐得遍体鳞伤。也难怪会有 A 股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付费平台这样的说法。而且问题是，你被割了韭菜，交了高昂的学费之后，它还是不能包教包会呀。沈凌教授呢，在2023年10月份为我们德国之声撰写过一篇客座评论，叫做《写在中国股市的底部时刻》。当时呢 ，A 股刚刚跌到了年内新低。虽然看起来中国股市就像是中国男足，永远抬不起头来，但他还是认为中国股市存在乐观因素，值得期待。如今他的预测应验了，中国男足还是抬不起头来，但是呢 ，A 股却抬起头来了。不过，中国股市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健康发展的、可以为经济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进行融资的资本市场，还需要完善制度建设，尤其是对信息造假、欺诈圈钱、市场操纵行为的打击还不够严格。所以我们前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开设了创业板啊，然后不够又开创了科创板啊，什么，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些资本市场平台，让我们老百姓多人民的钱继续是投向这些高科技企业啊。那么你这个资本市场没有这个健康活力，大家都觉得你这个里面都是骗子，然后我们投钱投进去全部都是要被骗的，那么当然你这个资本市场就没有办法帮助这个真实经济这个发展啊。这个是资本市场对真实经济的最大的作用。尤其呢，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和对峙局面日益紧绷。中国如果不想自己在科技领域被卡脖子，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支撑研发和创新。而科技企业呢，与房地产企业不同，后者因为有大量的资产可以抵押，所以呢，更偏向于通过间接融资到银行去获得贷款。而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一般呢没有多少资产可以抵押，很难从间接融资的市场获得贷款，只有股市这个直接融资市场才能够给他们提供大力的支持。最后呢，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出的，可能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A 股行情看涨，现在是入市获利的好时机吗？ In der Tat war die Situation für chinesische Anleger und insbesondere für kleine Anleg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hr herausfordernd. Viele chinesische Haushalte hab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n großen Teil ihrer Ersparnisse in den Immobiliensektor gesteckt, was eben aufgrund steigender Immobilienpreise auch eine lohnenswerte Anlage war. Hier brachen allerdings auch zuletzt die Preise ein und viele chinesische Haushalte, die eben in diesen Bereich investiert haben, mussten große Vermögensverluste auch hier hinnehmen. Dass daher dieser Wunsch, die Vermögensverluste jetzt beispielsweise über die Börsen zu kompensieren, ist daher durchaus groß und nachvollziehbar. Ob diese Spekulation wirklich aufgeht, hängt eben stark davon ab, ob diese Maßnahmen eben nicht nur Euphorie gerade schaffen, sondern auch auf lange Sicht ein langfristiges Wirtschaftswachstum. 最核心的建议就是你要谨慎，要如履薄冰。投资真的是风险很大的事情，千万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大家现在都在做的事情，就是脑袋一热才进去。在过去下跌的这2年中间很少有人来问我这个股票可不可以买但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来问我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投资。你如果今天暴涨了之后再来问我
那我一般来说都是建议你还是冷静一下啊，这个时候不是散户入场的好时机。这样的暴涨行情，第一个很短暂，第二个谁也不知道它哪一天就开始回调了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下一个小时的走势。其实呢，包括股票在内，投资是我们普通人参与这个世界变化的一个方式。只是呢，我们每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资本实力、投资经验值、盈利预期和亏损接受度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如果您是操盘高手，那么感谢您呢还能耐着性子看到这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大家分享一些投资经验。如果您是散户新手，那么还请务必记住那句老话：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毕竟咱们谁的钱都不是天上飞来的，不是吗？感谢您收看 DW 德国之声本期的一看你就懂节目，咱们下次再见。